捡了3年垃圾，终于有钱进城送外卖了，以后可以在大城市月入过万了。我操，在大城市送外卖这么危险吗？早知道就应该待在垃圾场，安安分分的捡垃圾。行星装置神奇捡垃圾系统激活成功，宿主的心愿是回到垃圾场，现在开始传送。这是我儿时长大的垃圾场，系统真把我传送过来了。看来我真的这辈子都要捡垃圾为生了。唉，回收塑料瓶1个，奖励现金10元，垃圾回收装备1套。您尾号2086的银行卡转账金额10元，余额137.28元。怪不得叫神级捡垃圾系统，一个矿泉水瓶竟然能回收10元。宿主回收小药盒1个，奖励现金10元。10元，真的是10元。神级捡垃圾系统竟然是真的，有了这个系统，我就能赚很多的钱。得抓紧时间，一会儿垃圾车就该来了。回收烟盒1个，奖励现金5元；回收塑料瓶1个，奖励现金10元。一个塑料瓶10元，那一天捡100个，最少也有1000元的收入，一个月就是几万。您尾号2086的银行卡余额3512.28。这附近的房租是2000，这下不怕没地方住了。老子马上就变成有钱人了，以后还住什么出租屋啊？既然老天给了我这么好的系统，老老实实捡垃圾都能赚大钱，谁说勤劳不能致富啊？这不是我村里的同乡华峰吗？他打电话干什么？喂，小飞啊，你昨晚死哪儿去了？手机怎么打不通啊？我去你那儿也没人。昨天手机没电了，出去溜达了一圈。怎么了？我昨天看见你女朋友跟一个小白脸约会，咋回事？她嫌弃我是个捡垃圾的，和我分手了。行吧，哎，这周末同学聚会记得来啊。连烟都买不起，还参加什么同学聚会？谁他妈组织的？真坑！明天继续出去捡垃圾吧。回收烟盒1个，奖励现金5元，另外奖励抽不完的烟1盒。抽不完的烟，还是华夏卷烟厂生产的。这系统奖励的果然都是好东西。您尾号2086的银行卡现金收入5元整，余额1288.43元。唉，租房以后又没钱了，还是快去捡垃圾赚钱吧。您尾号2086的银行卡现金余额2563.48。能回收的东西不会都让人捡完了吧？这哪里的废品多呢？对了，我捡废品就能挣钱，那我直接包一个废品收购站，那我不就赚大发了吗？老板，老板在吗？在呢，小伙子，什么事儿啊？你这里的废品卖吗？卖啊，当然卖。你要多少？给我各来100斤，多少钱？塑料瓶3块5一斤，废纸是2块5一斤，一共600。系统怎么没动静啊？血刺到宿主偷奸耍滑，这些废品垃圾不回收。哎，小伙子，还有啥事儿吗？老板，这些东西你们还回收吗？好，回收。塑料瓶是2块5一斤，废纸1块5一斤，不讲价。啊？你们这怎么还贬值了？我说你到底卖不卖啊你啊？
剑少。宿主回收一个塑料瓶，奖励现金5元。宿主回收一个小药盒，奖励现金10元。宿主回收一张报纸，奖励现金5元。哎呦呦，这不是包小飞同学吗？怎么在这儿捡垃圾啊？这不是我大学同学武克柳吗？他旁边的是他女朋友，长得还真漂亮。包小飞，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不是想当作家吗？怎么不在家里写书，跑这儿捡垃圾来了？我呀，最近太闲了，出来搞搞环保事业。环保事业？哎呦，我看你这是出来流浪的吧？哎，包小飞，你看这块1万多块的手表，我最近刚买的，我把它扔了，你去捡吧。快去捡啊，我不要了，捡到了就是你的。大家快来看啊，这里有人捡了一块1万多块的手表呢。哦，没事没事。大家快来看啊，这里有人捡了一块1万多的手表。不要这样取笑别人啊，没事没事。你确定你扔了？你要真扔了，我可就真捡了。捡吧捡吧。回收手表1个，奖励现金6000元，额外奖励百达翡丽手表1个。哼，这技能可不能让他们知道了。包小飞，没钱就是没钱，捡破烂就是捡破烂，说什么环保事业，你个穷逼！哟，这么快就把我的手表戴上了，你丢不丢人啊？小伙子，我能看看你的手表吗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哦呦，是百达翡丽，至少得3万美金吧？您真低调，今天让我大饱眼福了，谢谢您。3万多块美金，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你这一身加起来都不到100来块钱，拿着地摊货还在这炫耀，你不觉得丢人啊？那不是假的，是正宗的百达翡丽，我确信。没事没事，你拿地摊货在这装低调，你敢跟我打赌吗？好呀，赌什么？就赌这块要是真的百达翡丽，我把我女朋友让给你。如果你这个不是，你就跪下来给我说，我再也不装了。蓉蓉，别担心，他这一身地摊货肯定买不起百达翡丽的，放心放心。你好，帮我看一下这块表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帮我看一下这块表有没有什么问题。百达翡丽啊，先生，像这种进口的百达翡丽手表，目前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制表工艺，保质期都在40年左右，也就是说40年内不会有问题了。你兑现承诺吧，包小飞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只答应武克柳做他1个月的女朋友，提前跟你说好了。没事，我只需要周末你陪我参加一个聚会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吧，今天捡垃圾捡得有点累。参加个同学聚会得多少钱啊？捡到医学杂志1本，奖励现金10元整，另外奖励特殊技能超级医术。超级医术。您尾号2086的银行卡转账10元，余额13217.59元。捡起一本杂志有10元，那一月1元，怎么回事？这
重金求医，郑板巧兰氏人女儿重病，寻遍名医，谁能治好？诊金2000万。这个郑板巧啊，可是我们市著名的企业家。我当时去面试保安，连门都没进。也就是说，我只要治好他女儿，就有2000万。喂，哪位？哦，你好，郑先生是吧？啊，我姓包，我是名医生。我看到了您的那个悬赏，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。难道你女儿已经……我女儿好好的，目前没有什么大碍。我已经求遍了名医，得到的结果都是治不好。我不想让人再打扰她了。郑先生，我觉得吧，孩子只要有1分的希望，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尽100分的努力。您觉得呢？包先生，您说的没错。那您现在能尽快赶过来吗？我女儿的时间不多了。我的电话就是我的微信，你把位置发给我，我就在本市，我现在就来。好，我马上。哦，这就是黄金产业地带啊！郑先生，你好，我是刚才打电话的包小飞。你是那个打电话的医生？对。请问包先生毕业于哪所医科大学？怎么身边连个助手都没有？我不是医科大学毕业的，没有助手。不是？对。那包先生一定师承名医。敢问您的老师是？我也没有拜师学艺，也没有学过什么医术。那包先生，您有什么把握能治好我的女儿？这是不信任我。郑先生，是这样的，中医啊讲究望闻问切。我看您最近身体有点虚，肝火比较旺盛，是不是总失眠？是啊，这半个月老是这样。你怎么知道？这就是中医的望闻问切里的望。我说这些，您可能觉得是在随便说说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只要女儿有1分的希望，我们做家长的不应该尽100分的努力吗？好吧，你跟我来吧。请。这是极阴寒脉。静儿，医生来了，先让他看一下孩子。包医生，什么病啊？极阴寒脉，医学上罕见的寒脉病，几百年未出现一例，而且病例非常复杂。不过我能治，能治啊？能治，不过呢，大概需要2、3天的时间。包医生，不，包神医，只要能治好我女儿的病，就算花多少钱我也愿意。只要您说，我来想办法。包神医，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！好，你们放心，我接下来对孩子要进行针灸，你们别打扰我。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叫你们。好。包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我女儿怎么样了？大的病情呢，都已经控制好了，小的病情呢，喝2、3天的药控制一下，把孩子抬在有阳光的地方，可以避免寒气入体。包医生，辛苦你了，谢谢你。是啊，是啊。没事，我现在给你们写个方子。好。好了，郑先生，拿着这个药方找个中医配好，1天喝2顿，喝3天即可痊愈。哎，包医生，太感谢您了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郑板巧这辈子不会忘。还不赶紧把诊金给人家转过去？不着急，先带孩子去检查一下，没问题了再给我。好，哎。老公，女儿的身体大幅度好转，之前给女儿诊治过
神医，太好了！包神医，3000万整金我已经如数奉上，那多出来的1000万，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这辆顶配的保时捷是我刚买的，价值900万。我看您也没有代步工具，请您一并收下吧。郑先生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诊金都付过了，算了啊。你就收下吧。那好吧，谢谢郑先生。您的尾号2086的银行卡余额30013217.35。这么多钱，我现在也是千万富翁了。先去买套西装，同学聚会穿。我靠，保时捷718，哪个大腕来了？包小飞？这是包小飞的女朋友，好漂亮啊！班长，好久不见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来晚了，里面还有位置吗？有，整个海丰大酒店都给包场了，能没有你们的地方吗？这一定是你女朋友吧？走，里边请。小叶，好久不见，听说好你久不见，好久不见了，难得聚一次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包小飞今天也要带你伴。小飞啊，可以啊，这位美女可比你前女友姬小叶强多了。哎，听说姬小叶今天要接受郭少的求婚，一会儿机灵点。哇，郭少好帅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小叶，嫁给我好吗？嫁给他！哦！啊，是保时捷的警报声。保时捷是不是郭少给季小叶准备的礼物啊？对啊，郭少真大方，季小叶真有福气。我给小叶送的是奥迪A6呀，外面那个不是我的。哎，这辆车不知道谁停在门口，时不时发出警报声。对不起啊，我的车，但是我记得没有挡路啊。你的？怎么可能是你的？要真是你的，我立马跪下给你磕头叫爷爷。还你的，真可笑。走，去看看。包小飞，你说你租个女朋友也就算了，还租个高端的保时捷来充门面。就是啊，郭少这么有钱，一才就买了辆奥迪，你一个送外卖的，不可能买得起保时捷。你不是说这是你的吗？上去呢，别到时候打肿脸充胖子，丢人。我的合同。什么合同啊？租车合同吗？郭哥，这好像真的是他的保时捷。这怎么可能是你的？证据在这儿呢，履行承诺吧，跪下来叫爷爷。开玩笑的，没作数。包小飞，我知道你被我甩了之后，你心里不平衡，尤其是你看到像郭少这么优秀的人追求我，你嫉妒，你就见不得我过得好，所以才用了不知道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，弄了这辆保时捷，妄想啊压过郭少一头。你在搞笑吗？我一个开保时捷的，会嫉妒他一个开奥迪的。你就是小飞哥的前女友啊？你是眼睛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？以小飞哥的地位和实力，犯得着在乎你？包小飞，你一个臭送外卖的，就算走了狗屎运发了财，你骨子里也是个穷酸货。郭少背后的郭家，是你要仰视一辈子的存在。郭家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连给包先生提鞋都不配。郑董，郑董您好，我爸是郭德怀，去年在公司年会上，我和我爸还给您敬酒来着。滚开！滚开！包先生，总算是找到你了，我有位老友急需你的帮助。郑先生，我这会儿有点小事需要处理一下，稍等一下。郭少，咱们两个之间的承诺该兑现了吧？
立刻兑现和包先生的约定，否则立刻免了你爸的职务。爷爷，这就是你说的让我仰视的东西吗？包先生，吴氏集团的吴满银身患绝症，得知你治好了我的女儿，愿意出1亿资金，让我请你过去。这边请。错了，全选错了，小飞，我好后悔。进。吴总，这是包先生。好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吴总你好，我是包小飞。你好，吴满银，请坐吧。包先生，我听郑总说你医治好了他女儿的病。对，医学界罕见的一种寒脉病，也不是很难治。包先生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？可以啊。怎么样，包先生，我的病能治好吗？该要多少钱好呢？这个病这么严重，收8、9千万，是不是太小看吴满银了？包先生，到底怎么样了？吴先生，你的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，医生是不是跟你说已经没希望了，劝你放弃治疗？医生检查的结果不超过3个月，但是我3天就可以根治。哎呀，包医生，咱们就别开玩笑了，咱们说点实际的吧。3天就可以根治，不过呢，有点复杂。包先生，我听郑总说你治好他的闺女，给了你3000万，这样，我给你10倍，怎么样？10倍，那不就3个亿吗？发了。行，那我就不推辞了。这样，您看明天就开始针灸行吧？好，越快越好。行，那我就先告辞了，明天见。好。进。躺下吧。醒了正好，把这个喝了。包先生，我现在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来，恭喜你啊，针灸非常成功，只要按时每天喝药，连喝2、3天就会痊愈。包先生，我已经吩咐财务了，财务已经开始处理了，这1、2天你就能收到短信。好，那就麻烦吴总了。我现在也算是亿万富翁了，不过谁会嫌钱多呢？那鸡还是要继续捡的。回收塑料瓶1个，奖励现金5元。回收药盒1个，奖励现金5元。回收废纸壳1个，奖励现金10元。我操，这是保时捷啊！居然在我们小区，简直不可思议啊！这谁的车呀？大家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这是我新买的车，大家帮我拍张照记录一下。
这不是你们的车，这是刚刚那个叔叔的车，我刚刚看到了。怎么可能？这个是保时捷，他一个收破烂的，他买得起车吗？就是，这辆车要是他的，那整个小区还都是我的呢。怎么了？小子，这是你的车？对啊，我的车。哎呀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小子，你脑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得幻想症了？你做什么梦呢？哎呀，好是他。小伙子年轻有为啊！奇怪，怎么回事？谁给我动手脚了？我这是把车停在别人的停车位上吗？哎，保安大哥，这儿是谁的停车位？这个好像是孙福吧？那个就是孙福，我们小区里有名的一霸，以前放高利贷的，长得贼眉鼠眼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小子，这破车是你的吗？敢停在老子停车位这里？这次砸的是你的车，再有下次连你一块砸了。行，既然你承认了我的车是你弄坏的，我这车原价买的900万，你赔吧。放你娘的狗屁！你这破车能值这么多？以为老子好欺负？想讹人？走吧，他可是练家子，以前在道上混的。你个混蛋！你敢打老子，你完蛋了！我告诉你，我这是正当防卫。你把我的车弄坏了，900万，这2项罪名加起来，你后半辈子就在大牢里面过。别让我坐牢，我赔钱。我小区有3套房，我全赔给你。欺软怕硬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赶快去准备，我会找你要的。回收报废汽车1辆，奖励现金1000万元，另奖励新车1辆，是否立即领取？还奖励新车，立即领取。这系统真是贴心啊，给的钱都够买辆兰博基尼了，还送1辆宝马当代步车。接下来就去万达广场转转，哪块人多，那里垃圾就越多。继续回收垃圾，肯定有更多的奖励。捡到塑料瓶1个，奖励现金5元。捡到废旧电池1个，奖励现金10元。捡到药盒1个，奖励现金5元，同时奖励储存空间。需要开通储存空间吗？还有这好东西，开通。已经开通，只需要宿主意念控制即可。嚯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能挣钱了，还是拼命挣钱好啊！运气不错啊！哎，去别的地方捡。不是大哥，就几分钟，我捡完就走。哎，说了不让捡，赶紧走。哎，张哥，啊，
没事，让他卷吧。你好，我是这儿的销售林晓，你是收废品的吗？对。正好，我们公司里还有一些，您需要吗？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不过稍微等我一下。回收纸盒2斤，奖励现金2000元。回收塑料瓶子3个，奖励现金30元。好了，麻烦了。没事，跟我来吧。啊，你这人怎么回事儿？这沙盘是你能摸的吗？摸坏了你赔得起吗？保安，你们这些看门的眼睛都长到后脑勺上了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。你们记住，这些房子是高档别墅，是专门卖给有钱的人、有生活品质的人。像这种捡破烂的，你们怎么能把它放进来？是我带他进来的。你把它给我看好了，不要再摸这沙盘。这一个沙盘10几万呢，把你们2个卖了都买不起。老子不仅能买得起沙盘，还能买下你的豪宅，瞧不起谁呢？看什么看？你个屌丝，还不快滚！你骂谁呢？啊，你这个人不讲道理是吧？你还要闹事不成？来人，喊经理过来！谁在闹事啊？这个是我们王经理，是这个销售的老公。没事。这位先生，我看你中度脂肪肝，刚做完支架手术，我劝你最好别动怒。兄弟，交个朋友，去里面坐。老公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这种穷屌丝赶紧赶出去啊！怎么还要上楼上坐着？兄弟，你贵姓啊？我想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！免贵姓包，我也是刚来这儿，我想这应该是一场误会。你请，咱们里面详谈。包先生，您刚才跟我说的每句话都是医生前几天跟我说的，几乎一字不差。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医生说过这话？我会点医术，这样，我给你开一个方子，保证你这个病3、5天就能好，还你一个健康的人生。不过我这个方子啊，价格不菲。包先生，只要能在3、5天内见效，不管多少钱我都可以接受。另外，我再送你一套公寓。包先生，实不相瞒，这东西价值连城，只要你愿意救我，这东西就送给包先生了。好，我现在给你写个方子，照着这上面煎药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这上面说，舍利子与坚硬的东西相互碰撞就越坚硬，与鸡蛋碰撞就会碎，真的假的？就知道是骗人的。唉，这么神奇？检测到宿主捡到稀世珍宝1个，奖励现金1万元，同时触发奖励，奖励还魂丹1颗。喂，你好，是包先生吗？我是他老婆，今天老王曲要被车撞了，您能来看一眼吗？刚走就出事了。好，我现在过来。看样子应该是救不活了。唉，准备后事吧。这个病人的情况，我们也是无能为力了。我能救他。我说啊，我能救他。今天的事是我不对，求求你救救老王吧！救你？你又是谁啊？他的生命特征已经很微弱了，基本可以下结论。你哪儿来的毛头小子啊？我跟老王有过一面之交，今天才知道他有难，前来救援。一面之交，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吧。他能救，
就你啊？你会救人吗？你有事儿吗？你们先出去吧，我现在要救人了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你怕是没治好吧？他已经有生命迹象了。怎么可能？这简直是奇迹啊！你们先出去吧，等他彻底醒了，我再救你们。包医生，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，要是没有你，我这次我就死定了。没事，举手之劳。5亿，包医生你看可以吗？再加上之前华庭小区的公寓。我去，张口就是亿，不愧是有钱人啊！王先生，那我就不推辞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走了。啊，你慢点儿。您尾号2086的银行卡余额是1亿5000万。千万、10万、100万、亿！我现在也成亿万富翁了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捡破烂到其他地方去！我不是捡破烂的，我是这儿的业主，新买的房子。我叫包小飞，你可以去查一下。看房子？就你，华庭一套房800万，你这捡破烂的走错地方了吧？不信拉倒。别给脸不要脸啊！赶紧走！再不走我叫人了。我们小区的业主那都是有头有脸的，哪能让你这种人随便进？这怎么回事？张经理，这小子非说他是业主，我看就是来捣乱的，还拿了一堆破烂，多影响咱小区形象啊！这位先生，请问您是？包小飞。哎呀，包先生啊，他是新来的，不懂事，您别怪罪。经理，他真是业主啊！包先生，这套房子是我们王总刚转赠的，手续齐全，还不快给包先生道歉？对不起，包先生，我有眼不识泰山。行了，没事儿，我是来看房子的，我现在能进了吗？哎，等，包先生您请进，我给您带路。小张，你们怎么回事？怎么什么人都带进来？捡垃圾的住进来，这小区都掉档次了。李太太，这是我们的新业主包先生。新业主？就他？穿得跟收废品似的，狗眼看人低的家伙！哼！还有小张，你太不把我们这些业主当回事了！就这种收垃圾的住进来，我们小区楼价都要掉一半。阿姨，我住哪栋楼跟你没关系吧？哎呦，你这捡破烂的还怪横！我们这楼里住的要不然就老板，要不然就教授，就你这种人。太太，他确实是我们这的业主。行了，哎，嚯，这就是有钱人住的地方，也太豪华了吧！哎呀，今天好好休息，明天去城中村看看，那儿的垃圾应该多。捡到塑料瓶1个，奖励现金5元整；捡到烟盒1个，奖励现金5元整；捡到废纸1沓，奖励现金10元整；捡到烂手机1个，奖励现金30元整。今天又挣了6万，爽！哎，谁让你在这儿捡垃圾的？交保护费了吗？听到没？问你话呢？交保护费了吗？你在我们这捡垃圾？谁知道这是你们的地盘？现在知道了，滚吧！打的是他们最疼的穴位，想不疼都难。大哥，我们错了，不该骗你，别打！行了，看在你们求饶的份上，这次就饶了你们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你们2个去给我把什么烟盒子、纸壳子、塑料瓶都捡回来，
还不快去！大哥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行了，你们俩给我记住了，以后不准随便欺负人。去吧。这一天挣了10万，真是个好工作。检测到千磁碎片，奖励现金10万元，额外奖励谷物修复技能。终于有新技能了，谷物修复。不过我去哪找活呢？这个破碎片能当饭吃。昨天王老板收了个古董花瓶，结果碎了，赔了好几万呢。哎呀，这就是想睡觉就有人递枕头啊！去看看。哎，谢谢你啊。可惜啊，碎成这样，修不了了，又是好几百万啊！捡垃圾上别的地方捡，我这没有垃圾让你捡。哎，老板，这个我能修。你能修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一边去，别影响我做生意。明代青花产制品吗？这可是官窑瓷啊，它要薄的像张纸，修复师都不敢修。你个捡垃圾的你！老板，都已经碎了，不如交给我，万一修好了呢？那你试试，修好了给你100万。100万也还行，这2天能休息休息。好，我们进里面修。老板，拿点面和醋。哦，好。瓷器修复步骤已出现。机密。哦，我懂。老王，就算找不到人修复，也不用找这么个毛头小子来吧？就是啊，还只用面粉和醋。哎，我从来不知道还能这样修复谷物的。哼，你这糊弄谁呢啊？就是，你看这么久了，空手出来，这不是闹着玩呢？老板，修好了。修好了。哎呀，老王，这小子不会以为把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修好了吧？我不是傻子吧？老王，什么时候这么轻信他人了？我这不也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吗？你走吧。还没结束呢。老王，快把他赶出去，别影响你生意。哎呦，哦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诸位，现在还觉得我是在骗人吗？没想到你真的能修好。以后我有破损的古董，都找你来修。王老板，我今天来其实就是想让你看看这幅画是不是真的。来，兄弟你也看看。这幅画呀，是我从别人手里180万收的。初步鉴定是南宋时期的字画，风格应该是李松的风格，具体的还要进一步鉴定才行。那就是真的啦！哎呀，假的。李松啊，是南宋时期的画家。按照现在时间推算，这幅画应该是他在70岁所作，但他呢，老年重病在床，怎么可能画得出巅峰之作呢？对啊，兄弟，你怎么称呼？叫我小黑。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啊。后生可畏，
100万道长，这技能真挣钱啊！墨镜，正好大太阳。回收墨镜一副，奖励现金1万元，额外奖励透视术。今天是我的好日子，一天就有2个技能。透视干什么挣钱呢？赌石啊！我正好去赌石场碰碰运气。刘长，有眼光，这可是好料，切开后保准有绿。老板，那堆石头怎么卖啊？那是别人挑剩下的废料，5000块钱随便挑，切开有绿，算你走大运。才5000，那不是赚大发？老板，我就要这个。穷鬼就配捡别人不要的，这种破石头啊，跟我垫脚都嫌磕碜。小子，捡垃圾就不要玩石头，这石头你得捡1年的垃圾吧？就是一边去，我们还等着看李少的石头呢。对，先别理他，李老板，先把李少挑的给切了，让大家见识见识。切了里面也什么都没有。臭小子，说什么呢？我靠，果真什么都没有。消消气，李少，这个很正常，下一个肯定有。你确定要这个了？对，就这个。小伙子，想好了，切坏了不赔哦。没事，切吧。我赌这块破石头啊，连一点绿差都没有。如果有一点绿，我把这块原石给吃了。就是啊，李少的石头什么都没有，这破石头能有啥？师傅，往右偏一点，再切2公分。这是帝王绿，这成色至少值1000万。你刚才不是说切出来绿就把这石头给吃了？哼！小哥，不，大师，这块帝王绿卖给我吧，我出价1500万，我出1800万，2000万。不好意思啊，这块石头我自己留着，不卖。宿主回收1块顶级帝王绿，奖励现金1亿元。我去，幸好没卖。我现在也挣了这么多钱了，不花是不是很辜负我的努力啊？干些什么呢？看看我现在挣了多少钱了。我去，我不是做梦吧？哟，早说捡垃圾这么挣钱，我天天捡啊！奖励一下自己，明天买辆车，嘿嘿。哟，这不是包小飞吗？你就穿这来 4S 店呀？门口保安没拦你啊？我还以为你是来应聘洗车工的呢。这不是我大学同学的拜金女张琳吗？你管我干什么？你来这儿干嘛？不会是来捡破烂的吧？我问你话呢。我来买车。就你买车？你看看清楚，这是 4S 店，不是二手电动车市场。我劝你啊，现在出门，这里的车最少30-40万，你身上有1万块钱吗？林姐，什么1万呀？我看他身上连1000也没有，跟他废什么话？赶走好了。我倒要看看他玩什么把戏。别碰这车标，你手上的茧
别给车气刮坏了。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？200万，你摸得起吗你？这车放这儿不就是让人看的吗？我不看我怎么买？就你，算了吧，赶紧走。你们这儿最贵的车多少钱？贵车？你脑子短路了吧？你应该问最便宜的车。哼，你忘了，你连最便宜的车都买不起。你们这儿的人一直都是这么狗眼看人低的吗？哎，你说什么呢你？我来这儿不是跟你们吵架的，把你们经理叫来。经理？你还想见经理？自己也不照照镜子。经理，经理，是谁在这儿闹事儿？经理，包小飞一直在这儿闹事。赶紧给我滚蛋！得罪了这里的贵客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我要买你们这儿最贵的车。这里最贵的车5000万，好大的口气呀！你要是有这么多钱的话，我就给你跪下；你要是没有啊，就扇巴掌，说自己是废物，怎么样？可以啊。支付成功。怎么可能？你一个捡破烂的，从哪儿弄这么多钱？经理，该兑现诺言了。包先生，你大人大量，你别跟我计较了。经理，你跟他道什么歉呀？他有那么多钱，怎么可能只有钱没有权？我可被你害惨了。经理，我要是没这么多钱，你恐怕就不会这么对我吧？包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敢狗眼看人低了，你饶了我吧。我买这个车最快几天？3天，3天以后我亲自给你送去。哼。是谁啊？喂，请问是包小飞吗？啊，不是，你是？我听王忠说你修复了他的青瓷，我想请你帮我修复一个东西，价格好说。好，地址发给我，我现在过去。王忠说你可以，我就信你。你一定要把它修复好啊！师傅，他一个比我还小的毛头小子，一个废品出身的，懂什么呀？能修，不过呢，需要几个小时。吹牛！我师傅说至少得3个月，还得用博物馆的专用仪器。就你，用琥珀胶，这玩意儿粘性是强，不过时间久了会变色。你这不胡闹吗？小李，好看。第一步，归位。这无痕修行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种技法一定要对玉质有着极致的了解，稍有不慎，这碎片就会坏掉。我都没有10足的把握。等3个小时就好了。这就结束了？你就这么草率？就算你的技法再高，谁说不是碰巧呢？二位，咱们都耐心等待一下，一会儿就可以见分晓了。这怎么可能？
呦，我这怎么会一点痕迹都没有啊？玉啊，是有灵性的，断裂的地方就是生长纹的地方，只要按照生长纹的纹理把它修复起来，再用琥珀胶填补就好了。太棒了，包先生，您说吧，要多少钱？我也不知道该要多少钱啊，您看着给吧。我给你1个亿，就当是修复了我这么多年念想的回报。真是财大气粗啊！不知道包先生师从哪位大师啊？我没什么师傅，我平常就捡捡破烂儿，但是我懂得如何把破碎的东西拼在一起。包先生，故宫下个月有一批破碎的玉石需要修补，你愿不愿意当技术顾问，待遇从优？哎，再说吧，我还打算去收垃圾呢，看看能不能捡到什么宝贝。嗨，回收1个塑料瓶，奖励现金5元。因宿主塑料瓶数量达到升级量，系统进行升级。升级进行中，升级完成。这系统还能升级啊？这有什么用啊？系统升级，所有回收物按原奖励的10倍奖励。10倍？那岂不是更多了？我得试试，这是不是真的？回收1个塑料瓶，奖励现金50元。真的10倍了，我得抓紧时间多捡点儿。怎么回事？最近信息泄露了。喂，小伙子，你是上次在赌石场开到帝王绿的那个吗？啊，对，怎么了？想请你帮个忙。刚花800万买下这块开创建绿的原石，第1刀切开却是白岩，现在正纠结着要不要切第2刀。哎，周老板，切吧，里边啊，指不定有帝王绿呢。别切，这块石头里面是白的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刚才打电话的小伙子吗？你小子算哪根葱啊？也敢指点周老板？知道这石头多少钱吗？800万，够你小子捡一辈子破烂了。小伙子，这赌石这一行水深，没事儿别乱说话。哎，小心周老板让你赔他800万。你说他是废料？不是废料，是加料。这块石头里面的翡翠是注入的颜料。正常的翡翠呢，拿起来是有土壤味儿，而这种拿起来却是酸苦味儿。你胡说，这都是老厂口的料，怎么可能有假？老厂口也是有假货的。你们看啊，这个针孔，就是从这儿把颜料注进去的。如果你们拿紫外线灯的话，还能看到荧光。800万，800万！我被人骗了！哎呀，这原石还能造假？小伙子啊，不，大师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里这些原石啊，哪些可以让我回本？我给你50万咨询费。周老板，你闭嘴！今天要不是你撺掇我买这块原石，我能让人骗了？就这块吧，50万拍了，分我3成就行。哎，周老板，别听这小子的，那块原料看着就一般，就这个，切。嘿，第1刀淡抹红，有戏！别着急，师傅，再往深切2公分。好，鸽血红翡呀，这是极品，这种成色，哎，最少值2500万呐！哎呀，大师啊，你是我救命恩人呐！哎呀，没事，分我3成就行了，剩下的也够你回本了。好，趁着系统升级，抓紧去捡垃圾。天快黑了，要不去夜市吧？还没去过。早知道早点来这儿，垃圾这么多，不得赚翻啊！先找垃圾桶吧。
这么年轻就出来捡垃圾，怕不是个傻子吧？就是，也不知道怎么想。你们懂什么？我捡的都是钱。我去，就这一个桶就5万了，那这个夜市得有多少啊？系统升级也太厉害了，幸亏袋子是个无底洞，不然还真装不下了。继续干活。叮，检测宿主回收到升级量，系统开始升级，升级成功，按元奖励100倍进行发放。100倍，太给力了！快离他远点，神经病吧？今天挣了150多万呢，光顾着捡垃圾了，这衣服是不能穿了，正好去买个衣服。哇，以前哪敢来这种地方，现在还不是随便我买。你干嘛呢？赶紧走开！没看见这是奢侈品店吗？我来买衣服。就你来买衣服，那你应该去二手市场，不是这儿，你明白吗？赶紧走开，别影响我们。哎，你个臭捡破烂的，赶紧给我走开，不然我叫保安了。这件衣服多少钱？限量款，12万。哎，你是不是来蹭空调的呀？我要了。做什么梦呢？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这位先生，刚才是我不对，请问您还需要什么吗？懒得跟他计较。这样吧，帮我再配2套西装送到华庭小区。好的，好的。叮，检测回收1台平板，奖励现金20万，额外奖励黑客技术。黑客？江总，车备好了，但是您的平板电脑……江总，这是怎么了？好像是平板坏了，听说下午有个大会议。这是女总裁，怪漂亮的，我去来个英雄救美。技术部的人都去分公司了，最快赶回来也要1小时，可会议马上就开始了。我能修。你能行吗？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文件。能修好的。师傅，这个是最新款的商务平板，不是普通手机。你小问题。好了。太好了。你们看看文件有没有丢失？都在，谢谢你。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不用，举手之劳。你们赶紧去忙吧。今天真的谢谢你，晚上我请你吃饭。好，那晚上见。加个联系方式吧。好。先生，你有预约吗？有预约，江若彤女士订的包间。江总今天晚上确实在我们这儿有预约，但您……别拦着了，估计是来送外卖的，让他从侧门进去。先生，送东西请走员工通道，正门只对用餐客人开放。我不是要送东西的，我是来赴宴。赴宴？你知道这儿人均消费多高吗？就你这……喂，江总，我在你包间门口被拦住了，他不让我进去。您稍等一下，我派人去接您。好。小飞秘书，这位真是江总的客人？可不是嘛，江总啊，都在揽月阁都问了3遍了，说包先生怎么还不倒？你倒好，在这儿跟人拦着。不好意思，包先生，让你久等了，快请进。我们江总啊刻意交代了，你来了，直接带你过去就行。没事儿，误会而已。请坐。江总，怎么了？江总，怎么了？公司非遗项目卡了壳，供应商催款，银行又不肯续贷。如果再这么撑下去的话，估计这个项目也要被砍掉了。先不说这些，今天真是多亏了你。没事儿，还差多少资金？我刚刚竟对他有一种期待，怎么可能？告诉你也无妨，如今还差5000万，我也正在找投资商。5000万那也不是很多，那我就来当下这个善人吧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投资。包先生，我们江总正为这事着急呢，你就别胡闹了。谁胡闹啊？
我说真的。包先生，您说的是真的？有项目合作协议吗？有的。这个是项目合作协议，不是借款。如果盈利的话，就按比例给你正常分红；要是赔了，就当我个人欠款，给你打欠条。好，那我现在是不是也算一个老总？当然，有空带你参观一下公司。好，B。好了。好，我们先吃饭吧。包先生，今天真是太感谢您了，我送您。不用，我开车了。那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好。没想到啊，高手在民间啊。是啊，我们快回去处理吧。包先生，我们不对，应该是包总，我们江总派我下来接你，带您去参观一下。好，请。多谢您，公司终于可以正常运转了。不出1个月，公司市值绝对可以翻几个倍。行，那就多仰仗江总了。不知道包先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啊，我平时捡废品，搞环保。包先生，您真是有大爱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就先走了。现在的乞丐也都这么卷，捡个垃圾也穿得人模狗样的。这种人呢，就应该丢到环卫所去培训去，免得在 CBD 碍眼。喂，包先生，今天晚上有一个公司高层聚餐，今天晚上我想请你过去介绍一下。好。站住！站住！现在捡个垃圾的人都穿得人模狗样的，哎，你让这种人进去，简直就是拉低我的档次。今天里面有瑞科集团公司的聚餐，不要让这种人影响了我的心情。是。请去他处就餐。我是被瑞科集团请来的。哼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刚才那位就是我们瑞科集团总裁的表妹，赶紧滚蛋！只能再给江若彤打个电话了。包先生，你怎么不进去？正好你来了，省得给你打电话了。这位我们瑞科的贵宾。请进。你怎么来了？包先生，你坐我旁边吧。表姐，你这又是带了什么人呢？他就是个捡垃圾的。住嘴！表姐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。我今天下午还看见他在街边捡垃圾呢。这是我们公司的贵客。江总，这不是很合适吧？是啊，都给我闭嘴！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投资人包小飞先生，是我亲自邀请的公司合作伙伴，有公司5%的股份。大家好，多多关照。怎么可能？一个公司的合伙人会在街边捡垃圾？表姐，你肯定被他给骗了。你不要以为你穿的西装革履的，就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，把我表姐骗得团团转的？你给我闭嘴，给包先生道歉。表姐，我是为了你着想，为了咱们公司着想啊！表姐，你快点把这个臭乞丐赶出去啊！公司正在整顿最近身份压人的风气，你要是真的闲，就去基层轮岗，正好学学怎么尊重人。包先生，你别介意啊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。你要是很喜欢管人进出餐厅，不如去当保安。但是要记住，要首先学会，别把真正的贵人拦在门外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，这是我们公司的紫金卡，有了它可以省去很多麻烦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对了，包先生，你对未来事业方向有什么计划？事业？那当然是继续搞环保。包先生这么有实力的人，竟然对环保事业这么热心，难道这其中有什么商机？
叮，达到升级要求，系统升级，按原奖励的1000倍进行奖励。1000倍？那我要是捡完这个夜市，得挣多少钱啊？工作工作。今天捡了小1亿，还是捡垃圾赚钱啊？喂，是包先生吗？我是华鼎银行的行长，我们查到您的银行卡持续进账高达1亿元，想请您来银行一趟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我想询问一下您理财的想法。行，那我明天过来吧。好的。包先生，今天请您来呢，是想问问您，打不打算理财？怎么理财啊？我们银行呢，提供多种多样的理财方式，您可以选择入股，这样既可以存钱，也可以盈利。没有因为我穿着看人低，给他们银行投个资倒也可以。行，就按照你说的来。那太好了，包先生，您稍等，也可以四处转一转，我去给你打印资料。好。这纸盒应该没人要了吧？你是什么人？这是我们银行后院，还不快出去！我是来存钱的。你们行长说我可以四处逛逛。就你还存钱，还有我们行长说话也不带的草稿。我们行长正在招待一位亿万富翁呢，哪是你这种人？还不快出去！要不我叫保安了。不是，我是来存钱的。我捡点垃圾怎么了？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我们华鼎银行的后院，不是你家后花园，更不是你捡破烂的地方。别等一会儿我们行长出来了，污了我们行长的眼。保安，快把他赶出去！这种人在我们银行简直就是污了我们银行的地方。还有，以后让门卫注意一点，别什么人都放进来。我是你们行长的贵客，你们就确定这么对我？你是我们行长的贵客，你知道贵客的身价多少吗？1000万起，你有1000块吗？你要是我们行长的贵客，那我就是我们行长的老板。你要当我的老板？哎呀，行长，我刚才是在开玩笑呢，都怪这个臭捡破烂的，我正赶他走呢。行长，还不快去！住手！这可是我们银行的贵客，什么捡破烂的？啊，他是我们银行的贵客。不然呢？难道是你啊？包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他们冒犯了您，您别计较呀。哼，这位可是我亿万富翁的贵客，你们今天得罪了他，如果他今天不高兴，扰了我的生意，你给我收拾东西走人！哎，包先生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包先生。没事，这件事情与你无关。资料呢？好，您以后啊就是我们华鼎银行的会员了。包先生，这是我们银行的紫金卡，您存的和收益都会打到这张卡上。好，那我收下了。哎，包先生，您这袋子太影响您形象了，要不我给你换一个高档的手提箱？你不懂，这个可是我的大宝贝，我的亿万身家可都是靠捡垃圾得来的，换什么都不能换它。喂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你的投资开始盈利了，直接翻了10倍。10倍？10倍就是5亿，我就知道你能行。谢谢你的信任。检测宿主做出了正确的投资，奖励1亿元，额外奖励投资天赋。没想到帮个美女给自己帮出这么多好处。有了投资天赋，投资跟看正确答案一样，不久之后我就要再暴富一把了。
这不是我上次修复平安扣的那个秦老吗？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喂，小包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啊，记得。你说。您还记得上次我递给你的国家修复名片吗？有一个国家保护需要修复，想请你帮忙。好。老秦啊，这凤首湖碎得太零碎了。他这么年轻，能行吗？相信这个小伙子。张教授，你看这个碎片的断口是不是有点斜？是斜。碎的时候摔偏了呗。这里有什么讲究？不是摔的，可以修。你不可以说大话的，这是老祖宗的东西，国家的重点保护文物。我说可以，就可以。我研究这东西快2年了，一直在那搁置着，到最近啊才有时间去观察它。你看了不到20分钟，你就可以说修？老张，你呢就让年轻人试一试，反正咱们2个老骨头是修复不了了，让年轻人试试啊。好，你能修复好的话，这个好处啊是有不少的。这是修好了吗？修好。哎呀，小伙子，我修了几十年文物，竟然还不如您内行懂行呢。这国家机构出手真大方，出手就是5000万。检测宿主修复国宝文物1件，奖励升级系统1次，按原有奖励的1万倍进行奖励。哇塞，1万倍！那我减一个水平，岂不就有5万了？我得去试试。检测回收水瓶1个，奖励5万元。我去，人生就是这么易如反掌。喂，包先生，您在哪儿呢？我在外面。怎么了？公司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是，是公司最近开了一个废品回收项目，我想跟您聊一聊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你不是在做环保事业吗？正好有这个项目，我就想着是不是对你有用。当然了，这个项目怎么做啊？我建了一个废品回收厂，如果对你有用的你就拿走，没用的我就派人去绿色销毁。但系统好像不让收买下来的废品。这就是一个小项目，也用不着你花钱，有需要你去转转就好了。这不给咱摆平了外面的辛苦了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不就相当于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固定工资了吗？这么大的好事儿，当然可以了。会不会给你添麻烦了？不会，本来就是要绿色销毁的。那一会儿我带你去废品回收厂看看。好。这回收厂也不是很大，刚建好，会扩大面积的。哪里？挺大的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么多水瓶啊，这么多纸壳，
我的天啊！不对，我得赶紧试试，这样给不给奖励？哎，江总，我先去转一下。检测回收塑料瓶1个，奖励5万元。我去，真的能回收？那这么多废品，我不得成千亿富翁了？怎么样，这地方可以吗？挺好的，谢谢你，江总。那我回去将这里转到你名下，以后这就是你的产业了。那我回去办手续了。好，那我在这工作一会儿。哼，这储物空间真好用。这样收垃圾就是快。系统收了多少钱呢？回答宿主，总共奖励现金6亿元，额外奖励系统升级。系统升级完毕，按元奖励10万倍奖励。10万倍，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成为世界首富。半个月前我投的那些资还不知道回本了没，不愧是系统给的技能，全都翻倍了。我去，这么多，我也是100亿身家了。喂，包先生，您看完了吗？今晚有一个投资界的业内峰会，我想请您一块过去。好。在香槟塔旁边那3位都是投资圈的老油条，那个是王氏集团的王总，还有李氏科技的李总和张氏集团的张总。啊，可以。若彤，这位是？看着有些面生啊，哪个公司的？哟，看这西服像是租的吧？这年头混圈子的人太多了，以为穿身西服就是老板了？若彤，怎么什么人都能带进来？可不是嘛！刚才我们还在说，最近啊来了位神秘的投资者，投资的项目翻了好几倍。可惜啊，人家老板太低调，到现在还没露面。我的地产更猛，靠投资人拿下一块地，股价直接翻倍，全靠背后那位神秘大股东眼光独到。这位就是我公司最近的合伙人包小飞先生，我们公司是靠他投资才有这么快的发展。若彤，可不是谁都有这个天赋的，可别让骗了啊！若彤，可不是谁都有这个天赋的，可别让骗了啊！这群老东西是觉得我不会投资，在这暗讽我呢。我劝各位老板呀，别狗眼看人低，说不定你们说的这个投资人就在你们的眼前，得罪了之后呢，还不自知。放心吧，那个人不可能是你的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，包先生不介意吧？张总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包先生都不介意，你急什么？包先生正在联系租衣店吗？没事，我来陪。不用了。什么？那位匿名股东也来今天的聚会了，已经到现场了。匿名股东姓包，穿什么衣服？穿黑色西装，戴百达翡丽，跟肖若彤女士在一起。老王，怎么了？那位神秘的股东在现场吗？在哪儿？对呀，包先生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别跟我计较。包总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计较。衣服我给你洗。包先生，我嘴贱。劳烦各位以后把眼睛都擦亮了，别狗眼看人低。别狗眼看人低。3位老总，你们把项目做好，比道歉什么的都强。
好，去吧。谢谢。包先生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个天赋啊！刚才把我也惊到了。为什么？那个废品站我已经办好手续了，今晚就可以转到你名下。好。我操，真的假的？系统 bug， 怎么回事？为宿主解惑，废品处回收站每日凌晨更新，可回收物品将会直接折现，发送到银行卡。我去，真要成首富了。喂，包先生，我们看到您的银行卡余额不断进账，想再邀请您来我们银行。好，我知道。包先生，这是我们银行的至尊黑卡，不限额度的，拥有它的人啊，一双手都数得过来。您选择我们银行，是我们银行的荣幸。没想到我包小飞有生之年能有这么多存款。行，谢谢王行长特意给我打电话。不敢，我的义务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我还约了李氏集团的李少爷，我就不送你了，您慢走。好。你眼皮瞎了？知道这打火机多少钱吗？120万，把你卖了都不够赔。擦一下不就行了？擦一下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李氏集团的少爷。这银行 VIP 室，我想进就进，你一个穿地摊货的，也配在这儿走？你有病啊！莫名其妙。李少爷，这可是银行至尊黑卡持有者，就他！混账东西！这是帮助我们公司的包先生，还不快给包先生跪下道歉！包先生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错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跟我计较。每天都有人狗眼看人低，不给自己弄个身份，天天都有麻烦事。喂，江小姐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帮我开个公司。好。我看了看附近的地皮，这事就交给我办吧。那会不会太麻烦你了？不会，我还等着你公司开起来跟你合作呢。好。根据最新数据，新出世的包氏再生集团董事长包小飞身家蝉联全球首富，其财富主要来自资源回收，也创立了包氏再生慈善基金会。我也是靠垃圾好起来的。首富，哼，世界就在我的脚下，哼。